大家好，我是饭团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又到了吃南瓜的季节啦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最爱的南瓜做法——南瓜浓汤。一碗香甜醇厚的南瓜浓汤，从肉质饱满厚实的南瓜开始，经历了油脂环绕下的烘烤和煎制，南瓜本身馥郁的香气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升华。随后，焦香绵软的果肉里融入了蒜和洋葱各自独特而丰富的香味，以及黄油和椰奶的双重奶香，和鸡汤融为一体，被打成了细腻浓稠的果泥，构成了秋天最让人满足的味道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，还是先来写菜谱。这里我给出的量可以做大约5到6小碗的浓汤。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南瓜、洋葱、蒜瓣、细海盐、红糖、牛油果油、黄油、鸡汤或是其他高汤，以及无糖椰汁。大家挑选南瓜的时候，最好选择肉质厚实、味道香甜的品种，比如这种日本南瓜，吃起来口感软糯、甜甜的，很适合做浓汤。日本南瓜的皮很硬，很难切开，所以我平时都是不用刀切的。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粗暴、不需要工具的方法，就是直接砸开。南瓜裹上保鲜膜后，找个没人的水泥地，直接用力往地上砸。来个1、2次就可以轻松把南瓜砸开了。砸开的南瓜去掉里面的籽和大部分经络，稍微用水清洗一下，然后放一边晾晾干。这时候我们来预热烤箱，温度设定为400华氏，也就是200摄氏度。南瓜晾干后，改刀切成大块，然后在烤盘里放好。接着我们在小碗里倒1餐匙的牛油果油，用刷子刷在南瓜果肉的表面。等烤箱预热好，就可以把南瓜放进去了，烤40分钟。我们用高温烘烤的方式将南瓜做熟，能够极大地促进美拉德反应的发生，让南瓜在上色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香气物质，会比蒸制或者水煮更香甜诱人。40分钟后，把南瓜从烤箱里取出来，用牙签戳一戳。如果能够非常轻松地穿过南瓜肉，就说明已经烤好了，可以放在一旁晾凉了。这时候我们来准备洋葱丝和蒜末。洋葱和大蒜是2种很有意思的食材，它们只有在被外力破坏时，才会在蒜氨酸酶的催化下产生大量辛辣的风味物质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把洋葱或是大蒜切开后才会觉得辣眼睛，而完整的洋葱或是大蒜却不会。也因此，切得越细碎，产生的风味物质就会越多，而切碎后，随着静置的时间变长，在蒜氨酸酶催化下生成的风味物质也会越多，味道就更浓郁。不过这些辛辣的风味物质很适宜溶于水，所以小伙伴们如果切洋葱时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，可以把洋葱沾点水再继续。现在只要等南瓜不烫手，我们就可以着手给它们去皮了。烤熟的南瓜皮很软，其实是可以直接吃的。这里我们把皮切掉，只是为了让南瓜浓汤的颜色更金黄好看。皮切掉后，再把南瓜肉切小块一点。下一步就是把所有食材用油煎一下，开中小火，然后往锅里加入2餐匙的牛油果油和1餐匙的黄油。黄油会让做出来的南瓜浓汤有一股浓郁的奶香。黄油融化后，把洋葱丝和蒜末倒入锅里，稍微翻炒一下，然后小火煎8到10分钟，直到洋葱变得半透明。大火导致的高温会迅速破坏洋葱和蒜的香味物质，所以这一步大家要记得开小火。接着把南瓜也倒进锅里，用铲子将南瓜翻炒到锅底之后，煎4到5分钟，同样是借助美拉德反应把南瓜煎香。然后加入细海盐和红糖，
炒均匀之后，继续小火煎2到3分钟。之后倒入鸡汤，这里的鸡汤大家也可以换成蔬菜汤或是肉汤。手边没有高汤的小伙伴们，直接加清水就好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小火焖25分钟，让所有食材的味道能够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25分钟之后，加入无糖椰奶，椰子的味道和南瓜非常搭，适量的椰奶会让南瓜浓汤增添一重非常清爽的奶香。我用的是这种质地比较轻薄、口味清爽的无糖椰奶，大家用椰树牌的椰汁代替也可以，只是需要把加入红糖的量减半。还有一种市售的罐装椰奶，质地很浓稠，更近似奶油，脂肪含量很高，建议大家选购的时候尽量避开。如果只能买到这种椰奶，那么最好把用量减半，同时补上等量的清水，不然椰奶的味道会过于突出，汤的口感也会很厚重。小火煮开之后，我们的南瓜浓汤就煮好了。下一步就是把所有食材都打碎，做成质地均匀的浓汤。这一步有2种做法，一种是用搅拌棒直接在锅里搅打，这样做很难把食材彻底打碎，所以成品质地比较稀薄，味道会略显平淡。我更喜欢的是用破壁机打，把锅里所有的食材全部倒入搅拌杯，然后高速搅打45秒。这样做出来的浓汤质地非常浓稠，口感细腻，所有食材的味道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，融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香。做好的南瓜浓汤可以盛在小碗里直接吃，也可以搭配烤过的面包片，是非常适合秋冬的暖胃食物，大家有空一定要试一下。喜欢这道南瓜浓汤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给我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呀！我们下期见。